其实罗老师最近呢，他提出了4大理论，5只灰犀牛，4只黑天鹅的一个框架。我们现今的局势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一场大时代的大变局，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地缘性政治，中美的对决。那么如果你问我未来的12个月最大的危机，其实特朗普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美国的美债已经到了38个 trillion， 再加上明年美国中期选举，所以呢，明年特朗普有可能出现我们很难想象的东西。不过我在这里要附带讲一句，发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冲击力很大的，在我4个黑天鹅里面是台湾。我们大家都在猜测另一件事情，2027习近平任期到期，他会不会第4任？他要完成他的历史地位，收回台湾，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最大的变数。第3次世界大战吗？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隐忧。就看我们人类到底有多节制了啊！这个是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是。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在今天的对话开始之前呢，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你不要忘记来参加我们的民意调查哦。想要参加怎么样子的活动，想要听到什么样子的内容呢，都会在民意调查当中来反馈给我们的。好，今天呢，我相信很多的企业老板来到年底的时候呢，应该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说2025年要结束了，2026年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年呢？有什么样子的挑战以及机会呢？那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啊。有一天我就走在路上，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刚刚好就遇到了今天的来宾罗维雄老师啊。那其实罗老师最近呢，他提出了4大理论，5只灰犀牛，4只黑天鹅的一个框架啊。那他这一套的整个很缜密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呢，他其实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全球的经济已经不是单一的风险，而是地缘政治、债务周期、科技泡沫以及创新锻炼交织的一个多重危机的时代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次的请到罗伟雄罗老师回到节目当中，欢迎你。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很开心又回到来这里了。对，今天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这一集，特别是企业老板们啊，都想要来听听你为什么会提出4大理论，5只灰犀牛，4只黑天鹅啊，这套这个理论框架啊。那其实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理论背后的一些核心的思想，然后你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框架来解决市场上面的哪一些的问题呢？ OK， 首先要讲我自己的学习的背景哈。我是经济学毕业，我的 Bachelor、Master、PhD 都是经济学，但是我在 Undergrad 的时候，我除了读经济学，我还读国际政治学，还有20世纪历史，所以这次我的理论框架呢，是包含了经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学，还有历史，尤其是20世纪历史。我那时候是专读美国20世纪历史，然后我自己本身对中国历史了解又很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合所有我这辈子所学的东西哦，集合起来的。OK， 首先我们要看现今的局势，我们现今的局势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一场大变局，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大变局。没错。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第一，我们面对的是有史以来，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地缘性政治，就是中美的对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I科技的一场革命。 AI 革命这场革命应该会大过我们年轻时代的互联网的革命。OK， 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经历战后80年最大的一场政府的债务，现在全球政府债务加起来大概是等于360% of GDP， 所以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这种大时代的变动的时候呢，我又被邀请很多团体去讲关于全球的局势啊，罗佛的中小型企业啦，中总的青商团啦，还有我们韦斯达很多老板的那个小组团，都邀请我去谈这个局势。所以在这种一年机会，包括 Alliance Bank 叫我跟他们的 Premium Customer 去谈全球局势的，在这种
因缘机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去呈现出给大家看到，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建立了4大理论。当然这个4大理论不是一夜之间建立出来，是通过好几个月的思考，一步一步好像 Lego 这样子拼凑出来的。2个是国际霸权政治理论，这个第一个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讲的就是老大，全球的霸权老大受到老二的威胁的时候，老大必然反击。如果用这个理论来看现在的发展，完全符合现在的理论。为什么呢？美国2战之后就是全球老大，经历了80年的霸权，他今天受到中国老二的直接挑战。所以在2018年3月，特朗普就开始了他的第一任，特朗普就开始了他的贸易战。很明显 OK， 接着下来拜登上台，不只是没有缓解，还层层加码，加上科技战。对，特朗普再回来第2任，今年一年头，他一上任就开始打贸易战的 2.0， 尤其是对中国。所以这2个国家的角力，我们用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视角来看，很明显 OK， 这是第一层理论。第2个理论呢，就是 Kindesberger's Trap OK， 就是金德伯格尔陷阱。这个 Kindesberger Trap 其实是1973年有一个 Kindesberger 的人提出来的。他本来是研究上个世纪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党，德国的纳粹党可以崛起，最后导致2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英帝国太弱了。那个时候呢，呈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好了，今年特朗普一上台就开始不断的退群，这个我不管，那个我不管，这个不管。他在退群的时候呢，就无形中得出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而导致了，比如说今年10月20多号的时候，新加坡的总理 Lawrence Wong 就直接讲，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的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美国的时代，就是 Post American Era。OK， 我们进入一个 multipolar 的，就是多极世界。多极世界里面，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这些他们都已经成为各方势力，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典型的金伯格尔陷阱Kindesberger's Trap。 这是国际霸权理论的2个理论来解释当下。另外2个理论呢，就是解释 AI 的革命。那么 AI 的革命里面呢，第一个我提出来是康波周期。康波周期讲的就是说，每个周期有一个大周期，这个大周期是40到60年。那么这个周期呢，是以科技为主。那么我们用一个公司作为一个代表，就是微软。微软是在1975年成立，到今天50年。微软成立之后，来了一个 Apple 的 Macintosh， 就是 PC 走进万家千家万户，对吧？87年 Motorola 的大哥大手机出来，就表示我们进入一个手机的时代。1994年那个雅虎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这4样东西变成今天我们的手机。那么这个康波周期经历了5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康波周期的尾端。所以现在我们属于第5康波周期的末端。OK， 那么第6康波周期就是 AI 开始成长，但是呢，它还不成型。现在我们看到了所谓的 Magnificent Seven、AI、NVIDIA 他们都有赚钱，但是他们的利润还没有渗透下来给我们。所以市场上现在有7个主要的公司主导 S&P 500，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康波周期的理论。第4个理论就是创造毁灭性理论。OK， 英文是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ory。其实这个呢，我提出来的时候呢，是在7月，我是用熊彼得 Sean Peter 在100年前提出来的理论来解释。没有想到今年的10月公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人马，就是研究这个创造毁灭性理论，只是把熊彼得的理论现代化版。OK，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当有新科技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把旧的传统的行业给扼杀掉。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手机出来，照相机不见了，手表没了，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着新科技的出来。好了，现在 AI 来了，有多少东西会不见？有多少东西被毁灭掉？所以这4个理论是带给我们的商家们比较清楚知道我们处于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所以这个是4大理论。其实老师，我想要先来请教你，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一套理论呢，它算是一个诊断工具吗？还是它是让我们更清楚看到现在我们发生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比如说休昔底德陷阱就很完美的解释，老大的霸权受到了威胁，结果老大必然反击老二。当然，今年的10月30号，习近平今年第一次见到了特朗普。特朗普还没有见到习近平之前，在他的那个 Twitter 里面讲了 I am going for the G2 meeting。 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G2 的一个时代，就是中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跟我们是平坐平起的。所以这个休昔底德陷阱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场危机。因为把这个休昔底德陷阱提出来的教授 Alison Graham 在2015年提出来的时候呢，他是过去看500年，每一次老大的霸权受到老二的威胁的时候，必然出现战争。OK， 所以这个就是他提出来的一个。你认为说现在美国他在面对老二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他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动作啊，包括是贸易战、科技战，对不对？那其实现在台湾就像是一个筹码一样子啊。那你觉得战争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评估呢 ？OK， 我觉得中美两国应该不会打起来，因为打起来人类就灭亡了。OK，但是代理战争的出现可能性很高。打个比方，2022年出现了乌克兰战争，那就是个典型的代理战争。对，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要看接下来。所以为什么我的5只灰犀牛和4个黑天鹅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很敏感的，这对我们区域来讲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危机，战争的危机的确是存在，也是不可小觑的一个危机。对，没有错。因为毕竟我们人类这个20世纪到21世纪，1945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80年漫长的和平时代。根据过去这500年的历史，大概100年我们就一场大战，所以80年了。我们会不会面临下一场大战？第3次世界大战吗？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个隐忧。还是有这种隐忧，就看我们人类到底有多节制了啊！这个是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是，而且说到人类可以多节制，因为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是11月20号，那在我们这段时间最热议的话题啊，就是高市早苗这个日本首相。他提出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论述啦。在之前，其实安倍晋三的时候也讲过，但是这次中国的反应非常的大哦。所以老师你自己怎么看这样子的局势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最接近的2026年的话，会不会这个看来中日之间的关系很像一时之间应该没有办法弥补，应该会继续恶化下去，对吗？其实高市早苗说这番话是让我有点意外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安倍晋三派系的，他是极右派。因为你看啊，10月30号当特朗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他们休兵1年，有注意到突然之间中美两国的骂战啊、政策啊、抵制啊什么东西突然风平浪静了。我们风平浪静了10多天，突然之间高市早苗在这个国会答辩的时候讲出那番话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下子这平地一声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第一点，其实中国的反应那么大，不只是如此。第二点就是他想把日本的自卫队军事化。OK。第三就是他想让日本拥有核武器，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解读他们是不是要走回军国主义。这个就是很多人解读，因为什么？从历史上来看，当年日本也就是这样子一步走向军国主义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反应那么大的原因。其实我们也讨论过，中国的反应其实是出于两难，你不表态，
太软弱，你表态要表态到什么程度，你要拿捏到什么程度，并且大家不要忘记另一件事情，安倍晋三是10多年前讲的时候，中国才刚刚成为全球老二，就是中国的 GDP 在2010年才正式超越日本 ，OK， 才达到4兆，这个是当时的中国。经过了15年之后，中国今天的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20兆了。所以中国的军队也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有3艘航空母舰了，对吧？所以并且它第4艘航空母舰也要已经下水试航，就是四川舰，所以变成种种的局面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呢，他就要秀点肌肉。不过当解放军报讲的那一番话，我觉得他说剑已出鞘，我觉得这句话不可小觑。但是中日之间的不合，其实对我们马来西亚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以旅游观光业来说，现在中国不鼓励他自己的国人去日本旅行啊，虽然有看到还是有部分中国人还是照样去啦。肯定我们也知道说中国人他们其实是蛮爱国的啊。那现在这样子中日的矛盾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就选择不去日本了。那会不会转向来东南亚？我们马来西亚在旅游业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获益？就是你怎么看说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对我们马来西亚明年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它会有哪一些的风险跟机会的存在呢？其实我们又看回去上个月的东盟峰会，我们的首相安华表现是一级棒。他展现出了一个小国，因为我们是小国。OK， 东盟10个国家加起来也是小国，只是一个小群体，但是我们有7个亿的人口的一个群体OK， 所以在国际上还是一个不小的势力。那我们的经济总量是等于一个德国，所以如果排起来，我们是属于第3大的一个经济体安华的表现就很会的平衡中美2大集团势力之间的角力，所以这一点呢，就让马来西亚非常的受惠。我们有几个优势第一，我们有半导体，虽然是封装测试，所以呢，槟城现在已经是开始感受到这方面的投资。然后呢，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厂在关丹曾经我们很多人反对的，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就是 Lynas。过了这场中国不是技术稀土的那个封杀嘛，对不对？管制嘛，对不对？结果呢 ，Lynas 要投12个亿美元。然后第3个就是中国的游客往马来西亚涌，比如说槟城的游客增加了500%，是中国的游客。还有第4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留学生。中国以前首选一定是欧美，但是随着欧美两地都在反华的时候呢，很多中国留学生已经转向马来西亚。其实也蛮多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非常多，本来很多，是现在已经减少了。所以欧美日本对，现在他们都因为肯定蛮多都是先进国嘛，你马来西亚，你来到马来西亚就感觉到有点落后嘛，对不对？但是随着这中美的角力，所以呢，马来西亚这种小国，东南亚小国，无形中我们都受惠。当然，这一次我们安华打出漂亮的一战，前脚把特朗普送走，马上转头就迎接了中国的总理李强来我们的峰会，还签了我们的ASEAN+1第3.0版本，所以这些都是东盟的一个商机。对于明年来讲，我觉得国际形势是不容小觑 ，OK， 但是我觉得对马来西亚来讲是好事。那其实老师，你提到这个全球5大灰犀牛当中，你最担心哪一项里面有包括像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啦，欧盟的主权债务啦，中国房地产啦 ，AI 股票的泡沫化啦，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可怕的 ？OK， 我提出了5个灰犀牛其中是有一个时间轴的。我这个灰犀牛是12个月到24个月。OK， 这5个灰犀牛里面，4个灰犀牛是债，一个是美债，一个是日债，一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中债，还有一个是欧盟、法国、意大利、英国这3个国家，虽然英国不是欧盟不过我把它算在里面了的债务。OK， 这4个是债务，当然还有一个是 AI 科技泡沫。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这是我的赌这是我要讲打赌不一定对打赌我认为未来的12个月最大可能爆的是 AI 科技股泡沫。OK， 在这里我要跟观众讲一本书，这本书叫做1929
作者是 Andrew Ross Sorkin。Andrew Ross Sorkin 是谁呢？他的上一本著作叫做 Too Big to Fail。这本书就是在讲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Andrew 他本身是财经记者，所以2008年他身历其境，看着 Lehman Brothers 是从怎么一步这样子垮下来，所以呢，他就写了那本 Too Big to Fail， 后来才拍了电影叫做《大空头》，把 Michael Burry 变成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主，对吧？结果后来呢，他就发现到人类最大的一次股灾是1929，结果呢，他在8年前就埋头在写这本书，他花了8年，看了很多的档案啊、私人的信函啊等等之后呢，在10月14号出了这本书1929，结果他在 YouTube 就大红了，很多媒体找他访问什么呢？他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想到8年后我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竟然跟1929的夏天是何等的相似。这句话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你觉得其实比较相似的地方，我们跟1929年的那一年夏天相似的地方在哪里 ？OK， 首先你看哦，1929年这个是一战结束之后的10年，一战是1918年结束了，在那个192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叫做咆哮的年代。为什么呢？美国经济大举繁荣，电走向千家万户，车开始走向千家万户，收音机开始普及，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 NVIDIA 是 RCA， 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OK， 这个股叫做 RCA， 就是当时的 NVIDIA， 对吧？当时候每个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进了一个新的年代了，我们科学已经主导了这个世界，繁荣只会一直的跑下去。为什么我说我们很像1929年的夏天呢？因为当年1929年的9月3号，道琼斯指数创新高，到了381点。没有想到1个月后10月24号那一天，道琼斯指数开始崩盘，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呢，从380多点跌到50点。掉了90%，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那如果把那个时候情况拉回今天来讲，何等相似！现在都是科技股在炒 AI Management 7，NVIDIA 一个股4个兆、5个兆，等于一个国家，它的市值是超越德国的经济总值，所以变成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讲 AI 就是未来，所以每个人很疯狂的在炒这个 AI， 并且各种的指数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在泡沫的顶点了，所以就很相似。对，好，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个4个黑天鹅当中啊，其实你觉得在2026年哪一个黑天鹅是比较容易被触发的啊？包括像是特朗普的政策的冲击，我们都知道啊，他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美联储的政策急转啊，台海冲突刚刚我们有聊到，还有这个美元的暴动等等啊。OK， 我的黑天鹅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说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它一发生冲击力就很大。所以呢，我就打造了一个人、一座岛、一个机构，还有就是一种货币。OK， 货币是美元，人就是特朗普，岛就是台湾。机构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那么如果你问我未来的12个月最大的危机，其实特朗普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为什么？现在特朗普面对很大的挑战在国内。美国的美债已经到了38个 trillion， 并且他们也刚刚关了这个政府43天，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没错，对吧？然后呢，那个经济损失真的是难以想象。对，然后呢，纽约市长爆冷的来了一个穆斯林市长，并且是共和党的，对吧？New Jersey 也是民主党的，然后呢，New Jersey 也被民主党拿去，他是民主党吗？他是民主党，并且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你要知道，在美国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恐怖的字眼，社会主义跟会被人家标签是共产党，对，跟恐怖主义已经没有差别了，你知道吗？你看到他跟查理克，记得吗？被刺杀的查理克是2个极端。查理克是极右，他是极左，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哦，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会很恐怖。再加上明年美国
中期选举，就是明年11月，所以呢，明年特朗普有可能出现我们很难想象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问我未来12个月，特朗普是最大的黑天鹅。不过我在这里要附带讲一句，发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冲击力很大的，在我4个黑天鹅里面是台湾。目前我们大家都在猜测另一件事情：2027习近平任期到期，他会不会第4任？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问号。OK， 当然坊中有很多的传言，对吧 ？All right， 其中一个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历史地位，就是要怎么样去收回台湾。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最大的变数，成与不成，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在这里需要说一件事情，不要小看台湾，台湾的芯片和高科技的供应占了，尤其是最高端的芯片，占了全球95%，就是台积电。对，护国神山嘛。对，台湾来说，所以如果台湾出事，对全球的高科技企业、高科技的行业，对于全球的经济那种冲击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子说，它的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中国出兵的几率是不高 ，OK， 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如果万一它发生，因为毕竟有一个万一嘛，那么它的冲击力是极高的。这个是我4个黑天鹅里面，这个的对比是最激烈的。特朗普、美联储、美元都一起哦，还有美债，他们都是联动的，所以只要其中有一块有问题，那其他全部都会出现问题。是，所以这个就是我打造的整个的理论的框架。那其实我相信美国的经济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也是冲击力蛮大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说，美国即便是给马来西亚加征了19%的关税哦，但是其实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不减反增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做出口的朋友还是蛮依赖美国的市场。虽然其实现在政府一直在提倡说我们要多元化的市场去分散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你自己会怎么看说美国接下来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内，你觉得说他接下来他的政策对于美国的经济会造成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你看现在美国面对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哦，通膨已经很严重了。OK， 通膨已经在酝酿，在冒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很严重就是今年的10月，2025年的10月，美国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白领的裁员潮，就是 Amazon。OK， 那种大厂 ，OK，UBS，OK，DHL 这种大厂全部都在裁员，为什么 ？AI 这个又回到去我那个创造毁灭性理论里面讲的，当新的科技出来，旧的传统行业就会被毁灭掉。而这件事情已经在美国发生了，并且今年的夏天，美国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今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面对有史以来最难找工作的一个时候，这样对其中选举的选情应该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特朗普现在几人看到，比如说前几天特朗普已经开始免那种他的食物、粮食、面包啊、面粉啊、咖啡的关税已经开始免了，因为咖啡起了200%， OK， 面粉起了200%，所以他们这个价格都起了，这种很 basic 的 food item 都在起的时候呢，通货膨胀已经来了，并且现在美国还出现一个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型经济体，consumption 占了美国的70% 的经济体 ，OK， 所以这个70% 里面谁在带动呢？是美国的 Top 20%，20% 的消费者在带动63% 的美国的消费。恰恰好，最近《经济学人》Economist 又出了一个新的文章，就在谈这个挺恐怖的，泡沫破裂后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已经认为泡沫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已经在谈 post bubble burst。OK，你看到现在美国是历史上最多人拥有股票，占了美国人口的21%。所以如果再讲回刚才的那个20%的人拉动63%，这表示说这20%的人就是那批后股票的人。那如果股票崩盘的话，会出现我们叫做 negative wealth effect， 就是负面的财富效应。因为你看到，比如说
什么是财富效应？比如现在我买了一个股1块钱，它涨到10块钱，我花了1万块变成10万，我突然感觉我自己很有钱，所以呢，我就花费就很豪爽。反过来，我花了1万块钱投股票，突然之间股票不见了50%。哇，我就觉得我很穷，我花起来就省很多。那么这个对于美国整体的经济来讲，会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也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债。现在已经达到38个 trillion 38兆，并且呢，利息是1.2兆一年，已经超过了国民那个军费的开支，所以变成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美债是每100天增加1兆的速度在增长，所以在很多吊诡的形象下，降息又不是，不降息又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特朗普的两难。那看起来我们真的是会遇到蛮多的麻烦跟危机的啊，但有没有哪一些机会呢？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说是在通常我们都说一个时代它会出的这些英雄啊，都是因为在危机当中看到了转机，看到了机会嘛。所以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提点一下 ？OK， 马来西亚呢，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位置。OK， 就是因为中美对抗、中美的博弈，变成了有很多企业都在找第三方，中国企业在找，美国企业也在找。所以呢，无形中我们得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data center 已经涌往马来西亚，现在马来西亚有91座 data center 在起着 ，OK， 并且呢 ，data center 带来的后续有很多的其他的后面的那种供应链一起会带进来，所以这一切无形中让到现在Johor已经开始很火爆了，再加上我们的Johor 跟新加坡要推出那个 Singapore Economic Zone，Johor Singapore Economic Zone（JSEZ）， 这个呢也让很多投资者在期待着。再加上明年新山跟新加坡的那个 RTS 会通车，这个又带来一轮新的商机。所以如果你问我全马商机最火爆的地方在哪里呢？柔佛在南马、新山、大新山 ，OK 的大新山，这个是肯定了 ，OK。之前很多人在嘲笑那个所谓的那个森林城市，白象大白象，现在很多企业往里面涌，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给了很多政策给这个岛，打造金融岛等等，很多家办已经在里面运作了，所以这一切让我看到就是柔佛是肯定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槟城，尤其是巴都卡湾那一带 ，OK，AI 带起的这股浪潮。会迟早会渗透到我们这里的封装，这是肯定的。所以中国企业也在往那边涌中国企业也在往那边涌，所以各种的迹象已经看得出来，东南亚已经在受惠，尤其是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这4个国家，他们都会受惠。是，那如果是在明年企业布局的部分的话，老师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企业吗？明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OK，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人赚钱；行情好的时候，也有企业倒闭。OK， 比如说最近我问了很多老板 ，MCO 谁赚钱？一半的人举手，他们在 MCO 赚钱。MCO 对我们来讲，哇，不能开店，哇，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封城，对吧？很多企业很困难，我们也知道了，对吧？很多企业倒掉，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我有一半的老板是举手赚钱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到最后的时候，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时势造英雄嘛，时势造英雄。动荡的时候，可能如果你有准备，你的对手没有准备，那你对手垮了，那你就有机会了。就是要自己要准备好，这准备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对，就是那个 cash OK。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出去看这个市场。有没有出去走这个市场？有没有去接触这个市场？所以商机是就是不是你躲在家里闭门造车就可以发生的。你要出去走市场，要去看。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老板们，你要出去走，你要出去见人，你要出去商会走听看看，因为有些消息它不会公布在 Facebook， 它不会公布在 News， 它是暗地里传了。因为我的老板里面，我是韦斯达市董会的导师嘛，我带的老板里面有一个是专门做 M&A 的 Merger Acquisition， 他一年接的案子全部都是耳传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出去咯，你要去制造你的圈子咯。是要能够在
整个的商业环境当中，要有更灵敏的嗅觉，然后去多听多看大家不要只是看新闻来做生意，而是要去真的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鼓励现在的老板一定要花钱在 AI。打个比方，在今年6月的时候，伟仕达请了一个中国伟仕达的导师来讲 AI， 他在里面一直重复了一句话，把我吓得半死，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最后我跑去问他，我说你是导师，我是导师，我应该怎么办？他讲 build AI agent。结果呢，我就马上给钱给 ChatGPT， 然后呢，其实我这个庞大的理论也是通过 ChatGPT 来检视。我想出来，我写出来之后，我放进去跟 ChatGPT 对话，他就跟我讲这个理论怎么。我一直问我是不是自己讲自己爽，我是不是自己空想的？这个理论可以吗？这个架构可以吗？这个灰犀牛可以吗？这个黑天鹅可以吗？好了，前2天 Gemini 3.0 出来了，我就把我这个理论丢进去 Gemini。OK， 因为 ChatGPT 已经很习惯我了，所以我怕 ChatGPT 已经开始走偏了，而且他一直在讨好你。对，走偏了，所以我就特别download Gemini 3.0 丢进去，出那份报告，我自己再看一遍。他说：“你这个理论架构是很缜密的，是逻辑性是很强的，并且是有预测能力的。”那我就说最少我不是自己想自己爽了，所以要善于利用这个工具。比如说我辅导那么多老板，有些老板已经开始用这个 ChatGPT 来帮他定明年的战略。就是做 analysis 啊，做 balance scorecard 啦，定 KPI 啦，定 OKR 啦 ，KRA 啦，这些已经开始用这种东西来做。所以老板，如果你真的是要知道明年要怎么做战略管理的话，找你的 ChatGPT 或者 Gemini 来对话来想。不使用 AI 的企业很可能就会被淘汰那是肯定的。是我可以这样子说，肯定的。你看王仁勋讲了一句话嘛 ，AI 不淘汰人 ，AI 淘汰不用 AI 的人。没错，是的。那今天我想我们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在这句话当中呢，给大家去思考那再次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你这个理论呢，在接下来一定还会再继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到时候再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好，谢谢你。好，那不晓得大家对于罗老师今天的分享有什么看法呢？记得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跟我们互动然后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